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北方人爱吃面，南方人爱吃米。面食一直是北方人的最爱，2天不吃就馋得慌。尤其是这秋风凉了以后，大土灶上蒸上一锅馒头或者是包子，既满足了味蕾。说起蒸包子，很多人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，要么蒸出来的包子皮硬，要么调的包子馅不好吃。今天我就跟大家唠唠蒸包子从发面、调馅到蒸这点事，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我们先来和面，碗中倒入350克普通面粉，加勺食盐增加面粉的筋性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匀后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一个量杯，往里边加入4克酵母，再加1小勺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，再加入260毫升清水，用勺子搅拌一下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，再用酵母水来和面，边倒水边用筷子搅拌。我们提前用水把酵母化开，再用酵母水来和面，这样酵母发酵的才会均匀。如果直接加入酵母，搅匀后再用清水来和面的话，这样酵母发酵的就不够均匀，蒸出来的包子要么会死皮，要么就不够松软。最后搅拌成这种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，最后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就可以。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准备一点馅料，准备几颗这样的小白菜，把黄掉或者是坏掉的叶子摘下来不要了，然后再把白菜叶子一片一片的掰下来，掰好的白菜叶子放入清水中，给它好好的清洗一下，把白菜叶子上的泥沙、杂质都给它清洗掉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用刀给它切成细丝，也不用切得太细了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放入大盆中，往里边加勺食盐，用手抓拌均匀。抓匀后放一旁腌制10分钟，把白菜肚余的水分腌制出来。接着再准备小把粉丝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倒上的开水没过粉丝，把粉丝烫一下。接着再准备一块老豆腐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长条，最后切成豆腐丁，也不用切得太碎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再打入2个鸡蛋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每一块豆腐都能裹上一层鸡蛋液，搅匀后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再准备几根洗净后的蒜苗，把蒜白切下来，给它放一旁炒肉吃，再把蒜叶给它切碎，尽量切得碎一些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半个洋葱，给它切成细丝，切好后用手分散开，再把它装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一块生姜，给它切成姜片，切好后装入洋葱的盘中。再准备几根小葱，给它切成葱段，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。现在我们的粉丝已烫得差不多了，用手一捏就断了，说明就已经烫软了。再把粉丝取出来放入案板，再把粉丝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用刀给它切成小段。切好后再用刀剁一剁，给它剁得碎一些，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再把它装入盘中备用。现在我们的白菜腌得差不多了，看一下已经腌出了这么多的水分，白菜也变软了许多。再倒上的清水没过白菜，把白菜清洗一下，洗去表面的盐分，洗净后控水捞出。再准备一块干净的纱布，把白菜放进纱布里，用纱布把白菜包起来，用力挤干白菜的水分，挤得越干越好。再把挤干水分的白菜放到案板上，用手抓散开，再把白菜切碎，也不用切得太碎了，像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入碗中备用。
起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油热后把鸡蛋豆腐放入锅中，用铲子给它摊平摊均匀，先不着急翻动，先给它烙30秒左右，把底部烙至金黄，再用铲子给它翻一下。在这个过程中要不停地翻炒，防止炒糊了。翻炒至豆腐微微发黄，像这样子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盛出来，倒入豆腐的碗中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另起一锅放少许油，油热后放一小把花椒和几个八角，用铲子翻炒一下，给它翻炒出香味。炒香后，再把洋葱、姜片和小葱放入锅中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香味。翻炒至洋葱、小葱都变软，再给它控油捞出。全部捞干净以后，再加一大勺豆瓣酱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红油。炒出红油后，再把粉丝倒入锅中，用铲子翻炒均匀。翻炒片刻后来调一下味，加勺生抽，加一点点老抽上色，加勺蚝油，加勺食盐，加适量的胡椒粉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酱香味。翻炒出酱香味以后，再把蒜叶倒入锅中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。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，再把它盛出来，倒入豆腐的碗中。接着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，最后搅拌成这样子就可以。像这样我们的粉丝豆腐馅就做好了，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已发酵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戳个手指下去不回缩，里面呈蜂窝状。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团取出来直接放到面板上，用手给它好好揉一揉，拍拍气，尽量多揉一会儿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，然后再把面团揉圆揉光滑，再给它搓成长条，也不用搓得太细了，像这样的长条就可以。再分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，每个面剂约25克左右，尽量给它切得均匀一些。全部切好之后，撒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剂抖散开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然后再取一个面剂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由外向内揉，把表面揉光滑了。表面揉光滑后，再把底部收严实，然后翻个面整理一下，像这样一个圆溜溜的小面团就可以。剩下的面剂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整理成小圆球。全部做好后，取最开始揉好的面团，剩下的盖上保鲜膜，防止风干了。再把面团放到案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稍微擀一下，给它擀成中间厚、边缘薄的包子皮，也不用擀得太薄了，像视频中这样子的厚度就可以。再放上刚调好的粉丝豆腐馅，再像包子一样给它收口，用手给它捏出褶皱，这样会更加好看。最后把封口处捏紧实了，防止漏馅。包好后再放回案板，稍微整理一下，把它整理得圆润一些，像这样一个包子生胚就做好了。在上面放上一小张油纸，再把包子放到油纸上，这样可以防止粘连。我们在放包子的时候要留一些空隙，因为包子在蒸的过程中体积会慢慢变大，留一些空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部放好后，盖上盖子，2次发酵20分钟。不过注意，这里千万不要开火。2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现在的包子发酵的差不多了，已经变得胖乎乎的了。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2次发酵好了。在冷水上锅蒸。蒸包子呢，我们一定要冷水上锅蒸。再盖上盖子，水烧开以后，开大火蒸15分钟。时间到，关火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，看一下这一锅白白胖胖的大包子，一点也没塌陷，没回缩，颜色雪白漂亮。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装入盘中。这款好吃的素馅包子就做好了。怎么样？看起来是不是很有食欲呢？这个包子有白菜的香味，吃起来一点也不腻。粉丝经过这样炒一下，吃起来也不干。这样蒸出来的包子吃起来
外皮松软，馅料咸香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昨天刚一出锅，我一口气连吃了6个，好吃到停不下来。如果你也喜欢，那就在家里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